我做了这辈子最疯的一个决定，我抱着孩子，直接踹开了董事长办公室。对面坐着的是盛和集团真正的掌权人，也是我瞒了3年的婆婆。桌上的实木很硬，但我把儿子放在了她面前。我说：“江董，你孙子病了。”我叫林欣，盛和集团设计部的普通员工，最多1年。等我在公司站稳脚跟，我就带你回去见他。再等等。好。直到我儿子烧到39度5，他手机静音，电话不接。我一个人抱着孩子在医院排队，189号，前面只看到12号。江峰，你儿子39度5，医院排队3小时起步，你电话打不通，我把孩子带公司了。你要是今天不回来，你就别回来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林欣工作的公司是盛和集团，盛和集团的董事长是我妈江玉兰，而我妈根本不知道林欣是我老婆，更不知道她有个3岁的孙子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接电话，林欣接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正忙。江峰，我最后说一次，孩子烧到39度5，医院排不上号，你不接电话，我只能带他去公司。今天你要是不出现，这辈子都别出现。小鱼乖，妈妈带你去个能讲理的地方。再说次，这要是撞见我妈，天都要塌了。欣欣，你冷静一点，千万别去找我妈，我马上改签回来，你听见没有？千万别去董事长办公室。已读不回。乘务员，下一站是哪儿？我要下车，立刻，马上！爸，现在知道着急了。欣欣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怎么把孩子带公司来了？这要是被上面巡查的看见，不仅扣绩效，搞不好还要挨处分。医院儿科排队3个小时，他爸电话打不通。那你老公到底干嘛去了？孩子烧成这样也不管。出差，这个项目今天不交，全组奖金清零，我只能带他来。那你赶紧弄，弄完赶紧走，千万别撞上那个新来的魏秘书，他这2天正愁抓不到人立威呢。大家手里的活都停一下。谁的孩子啊？我的。你的林欣是吧？你把盛和集团当什么地方了？你家开的托儿所？不是公司纪律带闲杂人等进入办公区，这是你的停职通知，立刻收拾东西走人。项目还没交接，我走不了。交接？你以为公司缺了你不赚了？你看看其他同事，谁像你一样不知检点，带着你这拖油瓶来上班，亏你想得出来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是董事长亲自招的秘书。停职是吧？对，立刻执行。行，留着吧，你会用到的。你抱着这拖油瓶跑哪儿去？保安，叫保安！找你老板。这位员工，这里是顶层办公区，不能带家属上来。江董正在开会，你疯了吗？保安，快叫保安！Q3的数据烂成这样，你们是打算让我拿这份报表去给股东当厕纸吗？江董，这个季度的市场大环境确实……我不要听废话。韩总，你的解释呢？你是谁？谁放你上来的？江董，你孙子病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养的好儿子3个月没回家，孩子发烧39度5，电话打不通，这烂摊子你来收拾。
韩总、林总、方总，出去。是。我是不是听错了？那个女员工说的是孙子，江董的孙子，那不就是说江峰少爷他……别说了，我得让我老婆买个瓜来，这瓜太大了，我一个人吃不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欣，设计部。你说这是我孙子？领过证的，结婚证复印件，出生证明复印件。江峰给起的名儿？不过在家我们都叫他江小鱼。我问你，3年前领的证，也就是说，江峰那个狗东西，这3年根本没出国。他确实出过国，待了半年就受不了回来了。跟我领了证以后，这3年他一直在本市。那他每个月给我发的那些出国照片呢？什么参加海外学术论坛，什么和导师在实验室研讨，那些都是什么？P 的，我给他 P 的。你帮他骗我？他求我的。江峰，妈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多久到？1个小时。我给你40分钟。老陈，现在去高铁站接江峰，路上别磨蹭，我给他40分钟，到不了公司，你们一起回家过年。那是万把罗限量款，全球100只。40分钟，我就是跳车跑过去也来不及啊！欣欣，你听我说，别叫我，你儿子现在在你妈桌上啃他的笔啊！限量款万把龙，你儿子啃的，口水拉丝了。你妈现在的脸色是我入职3年以来见过最好看的，好看到我想拍下来当屏保。欣欣，你听我解释，我马上就回去了，你别冲动。江峰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？第1年你说等项目稳了，第2年你说等你妈心情好，第3年你说等江小鱼大一点。现在江小鱼2岁半了，会喊人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等他上大学吗？我不是，我只是想找个合适的机会。你儿子今天烧到39度5，我打了你6个电话，手机静音了。静音。第1张牌，江小鱼发烧；第2张牌，林欣带娃上班；第3张牌，我妈知道了，我完了。3年了，我以为我能瞒天过海，结果今天底裤都被拔干净了。红烧的涨了5毛，酸菜的没涨。唉，算了，穷就只能吃一种。梁总，我请。你有病吧？江峰，证领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妈？最多1年，等我在公司站稳脚跟，我就带你回去见她。1年？你确定你妈那个脾气1年后就能接受一个没背景的设计部小员工？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江峰啊，江峰，你真他妈是个懦夫！1年变2年，2年变3年，林欣的修图技术越来越好，我对她的亏欠也越来越深。太慢了，怎么这么慢？
陈叔，求你了，车开快点去高铁站接我。少爷，我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董事长发了死命令，如果你40分钟内到不了，我知道，我已经在往回赶了。你直接把车开到进站口等我。少爷，我冒昧问一句，快点！您什么时候生的孩子？我给您开了这么多年车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少爷，您在听吗？那孩子长得跟您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少爷，少爷。林欣是吧？是，设计部的。进公司多久了？4年。工资多少？底薪12000，加提成。你家是哪里的？父母做什么的？成州。我爸是退休教师，我妈开裁缝铺。你说你和江峰领证3年了？是。3年，一声不吭。这事儿应该问您儿子。这眉眼，简直和江峰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江董，关于刚才那个带孩子扰乱公司秩序的女员工，我已经让行政部下了停职通知。江董，这种无视公司纪律的员工，不重罚不足以服众，我已经把通报发下去了。你先出去。但是江董，这件事影响太恶劣了，如果不……我说出去。是。那个女人抱着个孩子冲进董事长办公室，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孙子，江峰的老婆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全公司谁不知道江少爷在海外读博，马上就要回来接班了？这女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神经病？单身，背景普通，就这种货色也敢跑到江董面前碰瓷儿，还敢冒充江家亲属？喂，老李嘛，帮我查一个叫林欣的女人。对，就是设计部那个，把她的社保信息、紧急联系人全都给我翻出来。我怀疑有人在做局，想讹诈江家。妈妈渴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江小鱼。江峰的江。林欣是吧？你知不知道伪造江家血脉在盛和集团是什么下场？江董，我不需要伪造。3年前，江峰拿着户口本跟我去民政局的时候，也没说需要经过您的批准。你胡说！江峰这3年一直在国外读博，他怎么可能？他在哪儿读博？哪个学校？导师是谁？您这3年见过他几次面？他烧到多少度？38度9。如果不是您的好秘书魏郎，非要把我们母子赶出公司，我现在应该在医院。魏郎，好得很。安排人备车，去和睦家医院，马上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设计部那个林欣搞出大动静了。魏秘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才看他抱着个孩子冲进顶层了。冲进顶层？人家那是去碰瓷的。碰瓷？碰谁的瓷？他跟江董说，那孩子是江少的。天哪，江少不是在国外吗？这女人疯了吧？我估计啊，这女人不仅工作保不住，还得吃官司。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听说了吗？那个林欣根本不是江峰老婆。真的假的？那孩子魏秘亲口说的，估计是想钱想疯了，带个来路不明的孩子来讹江家。而且魏秘还把消息透给外面的记者，这下林欣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江少，江少不是在国外吗？怎么突然杀回来了？进来。妈，闭嘴！过来，站住！你3年没回国吗？回了。回了，你住哪儿了？你告诉我，你在国外做科研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过日子，给我生了个孙子，然后让她帮你 P 出国的照片骗我。妈，不是骗是什么？
你是觉得你妈老眼昏灰了，被你一张修图糊弄3年？你说话呀，哑巴了！妈，我错了。你还知道你错了？你怎么错的？你今天给我一五一十的说清楚！我不该瞒着你。还有呢？我不该让林欣帮我 P 图。还有呢？我不该让欣欣一个人扛着。小鱼发烧了，我没接到电话，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来上班，还要被人骂。被人骂？谁骂了？您新来的秘书，今天上午在设计部当着全部门的面叫我儿子拖油瓶。上回我才入职，他在走廊里也骂过。门外那个鬼鬼祟祟的，给我滚进来！江董，我刚好路过。他说你骂我孙子是拖油瓶。我没有。没有？他难道说的是假话吗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刚才骂我孙子什么？江董，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，我真不知道那是您的孙子啊！误会？你管那叫误会？江总，我真的是按公司规章制度办事啊！闭嘴！滚出去，在门口给我站好！没有我的允许，敢走半步，我让你在整个行业里混不下去！是，我这就出去。林欣，你来说，那个蠢货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，公司不是托儿所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，让我带着我的拖油瓶，立刻滚蛋。他找死！站住！妈，他骂小鱼是拖油瓶，他骂您的亲孙子是拖油瓶，这你也能忍？我让你站住！你现在冲出去打他一顿，除了显得你无能狂怒，还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我江玉兰的孙子，在我的公司里，被人指着鼻子骂野种。把魏郎叫进来。江董，您找我？我是江峰，林欣是我老婆，这是我儿子江小鱼。这就是你刚才叫拖油瓶的那个孩子。林欣，停职通知拿出来。你自己写的，你自己撕。即时起，解除你秘书一职，降回试用期行政员，降薪50%。人事部今天下班前出文件。江董，滚出去！听说了吗？林欣带孩子上班被魏秘书停职了，那孩子来路不明，魏秘书直接叫拖油瓶，这事儿捅大了。我刚看见魏秘书从董事长办公室出来，脸白的像纸，该不会……有人说林欣那孩子根本不知道爹是谁，董事长亲自压下来，估计是要捂盖子。这帖子已经3000多人看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江峰在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别聪明？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林欣当众说出来之前，你就没想过开口？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？等我死了再带他们来上坟吗？妈，我本来打算亲口告诉你的。亲口？林欣踹开我的门才算完。你除了会拖，还会干什么？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欣欣这3年受了很多委屈。你别提他，他比你有种，他
他敢踹我的门，敢把孩子直接放在我桌上，敢当着我的面说你3个月没回家，你呢？他当众坦白了，你就以为这件事翻篇了？你连亲口跟我说清楚的胆子都没有，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丈夫？算什么父亲？哦，妈，我错了，不是嘴上敷衍你的那种，我是真的错了，我太懦弱了，我对不起欣欣，也对不起你。小鱼，别乱动！奶奶，抱。要抱抱。烧退了没有？怎么还有点烫？这烧根本没退干净，还有点低烧。我本来想带他去医院，排队太久了，只能先带到公司。哼，老赵，我孙子发烧了。对，我孙子，你别问那么多，赶紧给我安排个特需病房，我马上让司机送过去。看什么看？这件事没完，小鱼看病要紧，其他的回头再算。你别以为抱了个孩子过来，这事就算翻篇了。小鱼，快松口，那是奶奶的。这孩子的口水怎么这么多？还有你，裴家那边怎么交代？我前2天还客套让裴思宁有空来公司坐坐，你倒好，直接给我弄出个3岁的儿子，这烂摊子你自己想办法收。妈，我会处理好。完了完了，得赶紧补救，不然死定了。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，全完了。董事长，出事了！慌慌张张干什么？没看见孩子在睡觉吗？董事长，现在全公司都在传，说设计部的林欣是个骗子，抱了个拖油瓶来碰瓷江家。消息已经传遍3个部门了，连1楼大厅的前台都在议论，说要叫保安把骗子轰出去。骗子，拖油瓶，轰出去。是魏秘书先在群里发的，现在设计部、市场部、人事部全传开了。魏郎这个王八蛋，我去找他！站住！你现在出去有什么用？你拿什么身份去堵别人的嘴？你给我说清楚，这3年到底怎么回事？从头说。妈，对不起，3年前我根本没去海外留学，我跟欣欣在便利店认识，后来我们偷偷领了证，我怕您门第观念重，不同意这门婚事，就一直瞒着您。这3年，欣欣一个人怀孕，一个人产检，一个人带孩子上班，小鱼发烧，我还在外地出差，都是我逼她瞒着的，是我没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你就是个废物。妈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欣欣是真的好。我没说不好。一个女人嫁了你这么个没担当的东西，帮你瞒了3年，自己扛下所有委屈。她今天踹了我的门，我不怪她，换做我是她，我踹的不是门，是你的腿。完了，彻底失控了。听说保安队长带人去顶楼了，说要保护董事长。魏秘书这次立大功了，揭穿了这么大一个骗局。别去，都给我回来！谁让你们叫保安的？魏秘书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不是你在高管群里说他是冒充皇亲夺妻的骗子吗？我搞错了，是真的，那是真少东家，是江总的亲儿媳。董事长，保安部那边请示，要不要上楼来清场？清场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江家的孙子。通知下去，明天上午9点召开全员大会，所有中高层一个都不许请假。妈，你要干什么？收拾你的烂摊子！我要让全公司的人都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到底谁才是盛和集团女主人。
欣欣，老婆，你叫够了没？小鱼怎么样了？烧退了吗？问医生去。我看看。别碰他！你妈什么态度？她在全公司中高层面前正式宣布了我们的关系，并当场确认了魏朗停职的处分。她说的原话呢？她说儿媳妇23个人听着呢。那她有没有说认不认我？她说，她还在考察。考察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她让我告诉你，小鱼发烧不能吃太油腻的。这粥是她让家里阿瑶的。江峰，在。你今天如果再不出现，我真的会离婚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个屁！你每次都说知道，然后继续拖。这次不一样了。哪儿不一样？摊牌了，我妈知道了，全公司都知道了，我没有退路了。以后我们一家3口可以光明正大。你是被逼的。你不是主动摊牌的，是我踹开那扇门帮你开的。是。江峰，你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别人替你做决定？你有没有一次是主动的？欣欣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受委屈。我妈那人太强势，我怕她为难我，所以你就把我藏了3年。江峰，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知道你辛苦。你不知道。3年前，我一个人去医院见到，旁边全都是老公陪着的孕妇。护士问我家属怎么没来签字，我跟护士说，我老公在国外，回不来。护士看我的眼神，就像在看一个被人包养后抛弃的笑话。不是的，我当时在……你在陪你妈视察新项目。小鱼1岁半那年，半夜突发高烧惊厥，我连鞋都没穿，抱着她冲到大街上拦车，她吐了我一身，我一边哭一边求司机开快点。那时候你在哪儿？你在参加集团的年度庆典，手机关机。我给你打了47个电话，全都是冷冰的语音印象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，因为你永远都在逃避。今天，魏伦指着小鱼的鼻子，当着全公司人的面骂她是拖油瓶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我老公在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不会冲上去给那个混蛋一拳？可是永远都不在。欣欣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每次认错都很快，然后呢？然后继续让我一个人扛。我不是要你给我多大的名分，我只是想让我的儿子生病的时候能有个爸爸抱抱他，而不是每次别人问起爸爸，他只能指着手机平面里的照片。这是我让律师拟的离婚协议草稿。小鱼归我，抚养费你出，我不要房产，不要股份。你有3天时间考虑。我不签，但我也不再躲了。明天，我带你和小鱼去见我妈。我来晚了，我又来晚了。你现在哭有什么用？小鱼发烧惊灼的时候你在哪里？魏郎指着他骂野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？我不找借口。林夕，你听好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扛。明天一早我就回公司把魏郎那个王八蛋处理干净。那你妈呢？你敢当着她的面承认你瞒了她3年吗？你敢告诉她你不仅结了婚，连孙子都2岁半了吗？我会去跟她坦白一切。如果她不认你们，那我就净身出户。盛和集团的太子爷我不当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当小鱼的爸爸，只当你的丈夫。说的好听，看你明天怎么做吧。妈，您怎么这么晚过来了？董事长，烧退了吗？退了，医生说观察1晚，明天就能出院。
连个孩子都照顾不好，你这30年算是白活了。爸，奶奶。奶奶给买的恐龙，睡吧。桌上的药是给你的，医生说你有点低血糖，别孩子好了你又倒了。谢谢董事长。这3年你辛苦了。谢谢妈。今天临时把大家叫来，只宣布一件事。昨天全员大会上宣布的内容，今天由中高层先正式确认，再逐级传达。我儿子江峰3年前回国后，就已经和设计部的林欣登记结婚，他们有一个儿子，今年2岁半，叫江小鱼。也就是说，林欣是我江家的儿媳妇，是盛和集团的女主人。既然身份清楚了，那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，在我亲自确认之前，是谁在公司里大肆散播说林欣是骗子的谣言？魏郎，到，你给林总、方总他们打电话，说林欣是骗子，还让人事部查他的档案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江董，我当时是出于对公司和您的保护啊，我怕有人冒充皇亲国戚。保护？你指着我孙子的鼻子骂拖油瓶，这叫保护？你在背后造谣抹黑儿媳，这叫保护？江董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您的儿媳妇。我要是知道，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。你被停职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她的身份，而是因为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敢肆意羞辱别人。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员工，她的孩子就活该被你叫拖油主吗？你入职刚满2周，试用期都没过完，你不是最喜欢给别人开停职通知吗？这份是你的，人事部已经盖好章了。江董，我这2周兢兢业业，从没懈怠过啊！兢兢业业的造谣，本事不小。江求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保安，把他给我架出去！林欣，林总监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！我错了。还有参与传谣的，自己心里有数。散后主动到我办公室领罚。看什么看？都没事干了是不是？散会。林欣，那个，妈，干嘛？你刚才在会上说的儿媳妇，我说了吗？说了，23个人都听到了。哼，我是为了堵那帮人的嘴，别多想。那个林欣我还考察完，你让他别太得意。是，您说的对。江小鱼退烧了吗？赵院长怎么说？我正准备打电话问问。你还在这磨蹭什么？赶紧去医院。那您……我去干嘛？我又不认识他们。让林欣注意孩子的饮食，发烧不能吃太油腻的。魏郎停职前最后1周提交的，财务压着没敢批，今天才捅上来。停职了还想捞一笔，入职2周，报销额比总监还高，这小子胆子够肥的。等我核实完，直接送你进去。喂，思宁。江峰，你在忙吗？刚开完会，怎么了？没什么大事呀，就是阿姨说让我来找你玩，我刚好回国了。
你回国了？对呀，而且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。阿姨在公司吗？我明天带礼物上门拜访。江峰，这里。宁宁，你怎么今天就来了？不是说明天吗？我想给阿姨一个惊喜嘛。咦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？脸色好差。宁宁，你先等一下，今天公司不太方便。那正好，我给她讲个笑话逗逗她。你们好。宁宁，算我求你，咱们去楼下喝杯咖啡行不行？江峰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奇奇怪怪的。阿姨，我是宁宁。阿姨，好久不见。拦不住。上次您说让我来坐坐，我一直记在心里呢。这是给您带的燕窝和人参。宁宁来了啊，先坐吧。阿姨，您的笔怎么了？被咬的。啊？被什么咬的？被一条江小鱼。什么鱼这么厉害，还能上桌咬钢笔？宁宁，你先回去，今天公司有事。有事我也能等啊。阿姨，这位是新来的秘书吗？看着挺面生的。他是，喂，吴姐，烧退了吗？医生怎么说？是不是小鱼？严重吗？打了针就好，普通感冒引起的。行，你跟保姆说，注意保暖，不要让他踢被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阿姨，江小鱼是谁呀？宁宁，我。江峰的躲闪，阿姨的紧张，这个女人的从容，还有江小玉。孩子多大了？3岁。好，很好。阿姨，林小姐，失陪一下，我需要和江峰单独谈一谈。3年前结的婚。对。孩子都2岁半了。对。那我呢？这3年我算什么？所以，阿姨每次拉着我的手，一口一个等我们家江峰回国，你们年轻人多接触。他也是被你骗了。他今天才知道。你可真行！骗你妈！骗我！骗了整整3年！你们母子俩今天一起爆炸了是吧？宁宁，对不起，是我懦弱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行，别给我演苦情戏，我嫌腻。你累不累我不知道，但我挺累的。我脑补了3年的豪门偶像剧，白瞎了。裴家和江家的合作项目马上要签约了，因为我的事。你以为我会1哭2闹3上吊，然后撤资整死你江家？放心，合作继续。裴家那边我会去解释，就说我裴思宁看不上江峰，把你甩了。宁宁，闭嘴！就当我追了3年的李旭旭，结局烂尾了。这危机我帮你平。宁宁，阿姨真的不知道。阿姨，燕窝和人参留着是正品，跟那个谁无关。林欣，好好过。恐龙，
恐龙来啦！坐那么远干什么？怕我吃了你？没有，小鱼的烧退全了？退了。医生说只要不再反复就没事。奶奶饿，想吃什么？肉肉。跟你爸一样，只知道吃肉。你呢？有什么忌口的？我都可以，不挑。在医院叫的那声妈，今天怎么不叫了？妈。站着干什么？去厨房打下手去。我不会做饭啊。哼，不会做饭还不会洗菜，手不用来吃饭的。好，我去。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谢谢奶奶。你也多吃点。谢谢妈。今天叫你们回来，除了吃饭，还有件事要说。你们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太小了，公司也远。妈，我们住的挺好。好什么好？小鱼马上要上幼儿园了，那边连个像样的学区都没有。我在南山公馆那边有一套平层，已经让人打扫干净了，明天你们就搬过去。南山公馆，那不是您一直留着？留着干什么？房子就是用来住的。妈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要。什么贵的？我是给小鱼的，又不是给你的。还有小鱼的户口问题，我已经让人去办了，以后他就是江家名正言顺的孙子。谢谢妈。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吃饭时间，谁的电话这么催命？喂，张总，什么事这么急？你说什么？他怎么敢？江峰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先稳住局面，我马上处理。一惊一乍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是魏郎，那个被停职的废物，他又做什么妖？他暗中搜集了我和林欣结婚的资料，连带小鱼出生证明，直接通给了裴家。他把事情闹到裴家去了。魏郎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我留他一条活路，他敢反咬一口。消息传到谁耳朵里了？裴思宁？如果只是裴思宁还好，消息直接传到了裴家裴老爷子那里。都怪我当初谈判全程让忠贞代理，刻意你的婚育情况瞒死了，裴老爷子根本不知道你早有妻儿。所以魏朗这一捅，才叫裴家觉得我们是蓄意欺瞒。裴老爷子那个老古板最重规矩和颜面，我们两家联合开发项目，前期已经砸进去30个亿了。妈，这事因我而起，我来处理。你处理？你怎么处理？裴老爷子动一跺脚，整个商界都要地震。你以为去道个歉就能摆平？喂，我是江峰。江少，我是裴氏集团法务部。裴董事长有令，江家隐瞒婚事，毫无联姻诚意，视同商业欺诈。请转告裴老，这完全是个误会，我可以亲自登门解释。不必了，裴董事长说了，既然江家不讲信用，那两家的合作也没有继续的必要了。裴家怎么说？裴家要全面撤销和我们的合作。不敢按。30亿的项目，裴叶子正在气头上，我怕连累你跟着我一起受辱。我连你妈的冷脸都扛了3年，还怕别人？林欣，这次是我自己惹的祸，我来扛，你待会儿什么都不用说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就没有谁担的道理。你好，我是林欣。比我漂亮多了，怪不得江峰藏了3年，换我也藏。谢谢。宁宁，今天我们来是专门向裴爷爷道歉的。隐婚的是我不对，但两家的合作……停，打住，别紧张，我没有跟你抢男人的意思。说实话，昨天从你们公司走的时候，我就想通了。想通什么？江峰这种人骗了全世界3年，说明他对谁都不够真诚，除了你，他只对你是真的。所以我不嫉妒，我就是有点气我白白脑补了3年门当户对的偶像剧。宁宁，合作项目的事儿，能不能让我见裴爷爷一面？我亲自跟他解释。得了吧，我爷爷那脾气，你现在去见他，他能拿拐杖把你打出来。不过，法务部撤销合作的通知，我已经让人压下来了。
你帮我们说了？我帮你说了，但不是为了你，是因为你老婆给你擦了3年的屁股，挺不容易的。我跟我爷爷说了，联姻是联姻，生意是生意，不能因为感情的事儿影响30亿的商业合作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以后请我喝奶茶就行。这份情，我江峰记下了。行了，别在这给我演苦情戏了。你们的危机算是解除了，但我听说那个把消息捅到我爷爷这儿的魏朗还在外面蹦跶。他停职期间还敢搞小动作，我回去就收拾他。不用你回去，魏朗的事我来帮你们收尾。听说了吗？林欣根本不是什么隐婚，是故意怀孕绑住江总的。真的假的？魏秘书亲口说的，还能有假？他说林欣从一开始就知道江总的身份，设计接近他，然后怀孕逼他结婚。江总那是没办法，被迫认下这个儿媳的。他林欣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心机女，靠着肚皮变凤凰，真以为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？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公司里在传我是靠怀孕逼你结婚的心机女。谁传的？魏朗，他虽然停职了，但还在公司群里带节奏。他是找死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他现在只是停职。停职？我之前没动他是怕闹大了影响公司。既然他非要往枪口上撞，裴思宁发来的那批材料我看了。停职审查期间，我顺着线索查了魏朗经手的账目。就在这几天，我拉出了后台完整记录。入职2周，连续3笔虚报查寝费用，金额不大，每笔几千块，但性质恶劣。加上他擅自开具你的停职通知，那张通知上没有人事部的签字和盖章，也就是说他是私自伪造公司行政文件。光这2条就够他喝一壶的。发给谁了？我妈。你们看着吧，林欣那个心机女嚣张不了几天，等江董回过味来，肯定把她扫地出门。正式解除劳动特后，保留追诉权利。喂，老李，法务部那封邮件是怎么回事？证据全在这里。老李，李哥，你帮我跟江董求求情，那几笔茶药费当初可是你教我怎么走账的。魏朗，你少血口喷人，你自己伪造发票拒报费用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法务部的通报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别想拉我下水。你们这群见风使舵的墙头草，我可是董事长亲自招进来的秘书。魏先生，你的离职手续法务部已经单方面办妥了，请你立刻离开公司，不要干扰其他员工正常工作。我要见江董，江峰这是公报私仇。江董说了，你的事儿全权交由法务部和警方处理，再不走，我们只能动手请你出去了。林欣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干什么？还想闹事儿？赶紧走！看什么看？魏朗的事情，法务和警方已全面接手了。看到了。3年了。是啊，从领证那天起，3年隐婚，3年一个人扛，3年提心吊胆，现在终于不用了。江峰，你妈人还不错，就是生了个不太行的儿子。走了，接江小鱼。好。江峰，搓衣板我收起来了。真的？
你要是再反，我就直接换榴莲了。好，绝对没有下次。江总好，江太，今天小鱼来不来公司啊？大家可想他了。不来，他在家跟他奶奶的猫打架呢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忘了拿东西？以后一起扛。上季度业绩汇总出来了，设计部全公司第一。林总监威武，这3个月咱们是拼了老命了。辛苦大家。另外宣布一件事，公司1楼的闲置会议室已经改造成了员工托育中心，今天正式启用。以后谁家里有突发情况，带娃上班直接送去1楼。真的假的？太好了，林总监，这绝对是您去董事长那里争取来的吧？是公司制的完善。散会。这火怎么这么大？江总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出去，油烟大。围裙挺别致，你妈买的，非逼我穿。今天去公司要年度规划了。别提了，改了7稿，又被打回来了。妈怎么说？第3页数据有误，第5页措辞不准。他还说我的工作能力什么时候能赶上你一半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妈眼光不错。你还笑？我现在的家庭地位已经排在老阿姨做的红烧肉后面了。认清现实，赶紧炒菜，我饿了。哎，脚抬一下。江小鱼，我说话你听见没？让开点儿。爸，不抱，干活呢。干什么？松手！江小鱼，你给我下来！爸爸是家里的保洁阿姨。妈，您怎么突然来了？奶奶，爸爸是保洁阿姨。看出来了，这保洁阿姨还挺尽职。妈，您快进来坐，我给您倒水。你妈我早就盯着这个数字了，上任3个月，业绩拉到全公司第1，干得不错。谢谢妈，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，比某些年度规划被打回7次的人强多了。妈，那规划我今晚就改，我先去洗碗。这孩子睡着了有个小酒窝，真像他爸小时候。像。搓衣板其实也没那么硌。行了，别在那儿杵着了，碗洗干净点儿。哎，好嘞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回去了。明天公司还有个会。妈，我送您。不用，你抱好孩子。妈，路上慢点。对了，当初那个限量的钢笔，算我送给小鱼的见面礼。